大家好，在春茶上市之前呢，小新年团队特地去到了洞庭碧螺春的原产地苏州市东山镇，去了解碧螺春的制作。今天我们就把这次碧螺春原产地之行的所见所闻所学分享给大家。第一，碧螺春乌龙的身世。有的朋友一听洞庭碧螺春呢，就下意识以为这个洞庭是指湖南省的洞庭湖，这可就闹乌龙了。此洞庭非彼洞庭。洞庭碧螺春的原产地呢，是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与西山镇的太湖洞庭山。第二，原来讲究的是芽头。碧螺春的采摘标准为一芽一叶，一芽二叶初展，一芽二叶。特一级的碧螺春呢，还需要加一步鲜叶剪剔，也就是用人手工将芽头一一挑出，单独进行炒制。每3斤鲜叶一般只能够挑出1斤半的芽头，下锅炒制后呢，只能够得到4两干茶。每公斤干茶的芽头数量能够达到12万到14万个，可以说是非常珍贵了。第三，碧螺春是如何炼成的？碧螺春采用的是特种炒青的制作工艺，挑选出芽头后，在铁锅中高温杀青，然后热揉成型，搓团提毫，最后文火干燥。期间锅温的把控呢，全凭师傅的经验和手感。如果使用传统柴火加热的话呢，还需要炒茶师傅和烧火师傅相互配合，这样才能够得到一锅品质上乘的洞庭碧螺春。师傅们也有提到，目前也有机器炒制的碧螺春，但是和人工炒制相比呢，品质仍存在差距。因为碧螺春在加工过程中呢，需要反复的搓揉，机器并不能做到像人工一样把握揉捻的程度，通常都会揉太狠，使得茶叶细胞破坏过多，茶汁渗出，最终得到的成品茶口感发涩发苦，同时温控设置相对简单，炒出来的茶就是没有手工的香。第四，原来你是这样的碧螺春。特级碧螺春条索纤细勾整，卷曲如螺，白毫特显，色泽银绿隐翠，内质清香持久，带花果香，汤色嫩绿，滋味清鲜回甜，叶底柔嫩明亮，在坊间呢也被称为铜丝条、浑身毛。碧螺春的品质特征和当地优越的环境息息相关。茶园依山傍水，茶树和枇杷树、杨梅树等果树交错相种，为其独特的花果香创造了条件。第五，碧螺春为何叫碧螺春？碧螺春有个别名叫夏傻人香。关于碧螺春这个名字的由来呢，也有2种说法。最常见的就是《柳南随笔》中记载的，说康熙第3次南巡来太湖时，巡抚宋洛从当地制茶高手朱正元的手中购买了精工制作的夏傻人香进贡。康熙觉得此名实在不雅，便赐名碧螺春。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在康熙之前就已经有了碧螺春的称谓了。崇安知县陆廷粲在《续茶经》中描述了碧螺春：洞庭山有茶，微似芥儿细，味甚甘香，俗呼夏傻人。产碧螺峰者尤佳，名碧螺春。《续茶经》在雍正12年写完，书中提到呢，碧螺春的形态还是扁形的片茶，而不是《柳南随笔》中康熙所说的卷曲似螺的形态，所以第2种的说法更符合碧螺春的身世。此次碧螺春产区之旅受益良多。以上是小喜年团队此行的真实记录，希望对大家认识真正的碧螺春有所帮助。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别忘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